我替我丈夫坐牢了11年，出狱后，我原以为是阖家团圆，没想到却看到另外一个女人住进我的家里。李世贤，你这种坐过牢的女人，你还以为配得上我？李笑笑，你怎么不去死？为什么还要出来打扰我们平静的生活？王秀芳，生不出儿子的东西，不配进我的家门。我伤心欲绝，走在路上被车撞死，重活一世。你们不是想要幸福的生活吗？那我就成全你们，看看你们能不能承受住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滚出来，给我滚出来！你们撞了人，现在还逃避，赶紧给我滚出来！门外传来砰砰砰的敲门声。老婆，老婆，我求求你了，这次只有你能帮我了。耳边传来嘈杂的声音，我一睁开眼，就看到李世贤跪在我面前，痛哭流涕。看着年轻时候的李世贤，我明白，我这是重生了。重生在他求我替他坐牢的时候。见我没有说话，李世贤看了看我，又继续道：老婆，这一次真的只有你能救我了。我勾唇，你想让我怎么救你？上辈子也是这样，他撞死了人，明明可以赔钱了事儿，但是他怎么都不愿意，在我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。我也真的是脑子被驴踢了，才相信他会一直等我的鬼话。李世贤听到我这话，连忙从地上爬起来，想来刚刚跪的那会儿时间，已经让他的大男子主义受不了了。老婆，你出去告诉他们，那天晚上是你开的车，是你把人撞死了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一样。李世贤只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被看光了，他连忙道：老婆，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，你一定会帮我的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还有笑笑，你一个人没有工作，我出事儿了，笑笑怎么办？李世贤知道我最在乎的是什么，我没有爸妈，从小就是孤儿，我在乎李笑笑。可是上辈子，我深呼吸一口气，压下愤怒，下一秒脸上就被狠狠地打了一巴掌。我儿子让你去帮忙，是抬举你了。你都已经嫁到我们李家了，生是我们的人，死是我们的鬼，这事儿你不去也得去。王秀芳死死地盯着我。哦，忘记了，还忘记这个老巫婆了。上辈子我刚从里面出来，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人，李世贤也没有来接我，有的只是一个年轻漂亮还怀着孕的女人。她带我去了一个家，房子很大很漂亮，我从来没有见过，一看就知道他们在外面过得很好。可是为什么他们过得这么好，一次都没去看过我？我打电话给李世贤，他从来没有接过，我以为他混得很差才没空管我。女人摸着自己的肚子，笑眯眯地开口：我肚子里面的孩子是李总的。我震惊地看着他，摇摇头，不可能，他明明说过会等我回来的，这有什么不可能的？你在里面11年，你还真指望李总为你守身如玉？女人嘲讽地看着我。门从里面打开，王秀芳出现在门口。这是哪儿来的乞丐？滚滚滚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婷儿，你快过来。这个时候，王秀芳好像认出我来了。吴语，你是吴语，赶紧给我滚。李世贤也回来了，跟着他一块儿回来的还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小姑娘，是我的笑笑。我一眼就认出来了，我贪婪地盯着她。李世贤将我从屋子里面带出来，皱着眉头看着我：你来这儿做什么？我苦笑：我回家呀。你回家？你怎么不去死？听到这话，我转过头看过去，就看到李笑笑双手环胸。有你这种杀人犯的吗？我真的是觉得丢人。你赶紧去死了算了，别来打扰我平静的生活。我不相信这是我乖巧的女儿说出来的话。
我慌张地跑到他面前，笑笑，笑笑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是妈妈呀。他直接伸出手，把我推倒在地上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。妈妈，我可没有你这么丢人的妈妈，你赶紧从我的生活里离开。说完这话，他毫不留情，转身就走。我被李世贤从地上拉扯起来。行了，现在人也看到了，你赶紧走。他不知道从哪儿拿出一个小箱子，扔到我面前。滚吧，不要再来打扰我们平静的生活了。我没想到，明明我是为了他才会去坐牢的，可是他们最后居然这么对待我。他们认为是我打扰了他们一家人的生活。我拖着行李箱走在路上，郁郁寡欢。最后一辆大货车飞驰过来，我直接被撞飞了。我当初说了让世贤不要娶你，他偏偏不听。娶你这个废物有什么用？不能帮着挣钱，也不能帮着世贤分担，现在还不好好听我说话。王秀芳的声音让我回过神来，我看着她坐在地上，语气里面全是对我的哭诉。我弯了弯嘴角，既然你对我不满意，李世贤，我们离婚吧。李世贤一下子就慌了，他一把抓住我的手，神情紧张。老婆，你在说什么？我这么爱你，我不能失去你啊！我冷冷地看着他的模样，如果不是知道他的真实目的，我也真的以为他是真的爱我呢。可是你妈妈都不同意我们，她对我一点儿也不满意。我知道你最孝顺了，我不想让你难做。我看着李世贤，装作一副体贴的模样。李世贤看了一眼坐在地上的王秀芳，妈，你不要这个样子。王秀芳非常委屈，世贤，这个女人都已经这个样子了，你还向着她？我可是你的亲娘啊！李世贤头疼地揉了揉太阳穴，他拉着我的手，老婆，你体谅一下妈吧。这段日子，因为我出了那个事情，他也一直替我操心，你原谅他吧。看着他们一个扮白脸，一个扮黑脸，我只觉得搞笑。我深情款款地看着他，老公，其实我也是爱你的。看着这张脸，我强忍住把昨天晚上吃的饭吐出来的冲动，爆发出了这辈子最好的演技。李世贤看着我，老婆，我知道你是爱我的，这件事情我本来不想让你去的，可是我上有老下有小，只能委屈你了。老婆，你能不能答应我？归根到底，他在意的还是这件事情。我看着李世贤，眼睛里面透露着担心。可是老公，我害怕。我紧紧地拉住他的手，一副小女儿的姿态。李世贤郑重地跟我承诺，老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等你的。老公，这个事情我可以考虑一下，但是我也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。李世贤也完全没想到我会松口，他一脸开心地看着我，老婆，没事儿，你说，我一定答应你。毕竟有人替他坐牢，他当然是特别开心了。我就是想，老公，你把你现在的资产全部转到我名下来。此话一出，李世贤的眼神直接就变了，无语。你不想去就算了。他一把甩开我的手，这个男人还真的是自私啊，让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，居然一分都不想拿出来。我看着他，叹了一口气，老公，我也是害怕，这可是11年啊，到时候出来我就成了老女人了。听到我是害怕，李世贤又来了，老婆，你不要害怕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早就知道，我一定会等你的，我一定等你出来，到时候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，好不好？我摇头拒绝，不行，我还是没有安全感。李世贤没想到我软硬不吃，他指着我，无语，我这么多年对你很差吗？这么一点小忙你都不愿意帮我，我觉得我们俩算是走到尽头了。说完，他直接夺门而出，紧接着外面的声音也没有了。我知道李世贤觉得只要他摆出这个样子，
不管多离谱的条件，我一定会答应的。这么多年都是这样，可是他千算万算，压根没有想到我是重生回来的。我勾唇盯着门，一旁的王秀芳看着我脸上的笑容，呸了一声：“扫把星。”说完，他转身进了屋子里面。晚上，李世贤自己回来了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把笑笑从幼儿园接回来了。一看到我，笑笑扑了上来：“妈妈！”我低下头，看着笑笑这张乖巧的脸，心里一阵酸涩。就是这样的女儿，长大之后质问我，为什么不早点死，打扰他们一家人平静的生活。李世贤的态度也软了下来，无语。你就答应我吧，就当是为了笑笑。怀里的笑笑也跟着开口：“妈妈，爸爸说你和他生气了，你不要和爸爸生气好不好？”哪怕笑笑对我说了那样的话，我还是对他狠不下心。他那么小的时候，我就不在他身边陪着了，我对他更多的是愧疚。我摸了摸笑笑的脑袋，这个事情跟你没有关系，爸爸妈妈会处理好的。笑笑虽然不开心，但还是回了自己的房间。我看着李世贤，压根不松口：“把你的资产转到我名下来，我可以考虑一下。”我和他结婚之后，他以家里没有人照顾为由，让我辞去了工作。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工作了，在和他离婚以后到找到工作的日子里，我必须给自己生活的保障。还有笑笑，我肯定也是要带走的，不能让他跟着我一块儿去过苦日子。李世贤这笔钱，我肯定是要弄到手的。李世贤气急败坏，无语：“在你眼里就只有钱吗？”我眼皮子都没抬：“把钱给我，我可以考虑一下，反正脸皮都已经撕破了，我也不在乎这么多了。”我很了解李世贤。李世贤直接走进卧室，把门摔得作响。但是我很清楚，他一定会答应我这个条件的。在客厅里面坐了一会儿时间，我起身朝着笑笑的方向走去。笑笑，我可以进来吗？得到允许，我推开门，看着乖巧的女儿，我心里一软。妈妈、爸爸都和我说了，你可以答应爸爸吗？我没想到李笑笑语出惊人，她的话直接让我愣在原地。你知道，我倒吸一口凉气。妈妈，你没有生出弟弟来，奶奶不喜欢你，又没有工作，如果我没有爸爸了，我怎么办？李笑笑和我分析利弊，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。原本以为是我从小没有陪在他身边，他对我没有感情，上辈子才会对我说出那样的冷漠无情的话。可是现在看来，他小是小，但是活得可比我们这些大人通透。他知道家里现在挣钱的人是李世贤，若是李世贤出事儿了，他的好日子就到头了。所以他让我这个亲妈去顶罪。笑笑，你知道去坐牢意味着什么吗？我怕是他太小，不知道坐牢的意思，准备跟他解释一下。我知道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啰嗦？不就是几年不见你吗？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小家子气？难怪奶奶一直都不喜欢你。李笑笑满脸不耐烦地看着我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这辈子都不会理你了。他看着我，直接出声威胁。我心如刀绞，却还是忍不住问出口：如果我不答应，你这辈子真的不会理我了？李笑笑沉默了一下，然后抬起头，眼中闪过一丝坚决。会，这本来就是你的问题。如果你忘爸爸，不会生不出来弟弟，爸爸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他的话像是一记重锤砸在我的心上，痛得我几乎无法呼吸。我看着他，心中五味杂陈，最后只能无奈地苦笑。我低下头，声音有些颤抖：在你心里，只有你爸爸才是你的爸爸吗？似乎听出来我声音里面的脆弱。李笑笑走到我面前，伸手拉着我：妈妈，你放心，你为我们做的一切，
我们都记在心里的。我和爸爸会在外面等你回来的。”这一刻，我认清了，李笑笑不值得我拯救，哪怕我掏心掏肺给他，也抵不过李世贤给的那点钱。甚至他都认为是我害得这个家里变成现在这样子。我声音疲惫：“这些事情跟你没关系，我和你爸爸会处理好的，不会影响你。”李笑笑听我这话，下意识觉得我这是妥协了。“妈妈，我要学习了，你出去吧。”她直接开口感人。原来这就是我疼到骨子里面的女儿。我转身从房间里面出去，现在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了。进到房间里面，李世贤重重地扔了一本协议过来：“签吧。”上面写的财产交易书。我拿起协议，一页一页翻看着。李世贤名下的所有财产，包括房产、车子、存款以及公司股份，全都转到李笑笑名下。他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，既想让我为他顶罪，又不想损失自己的利益。我放下协议，看着李世贤，似笑非笑：“李世贤，你觉得我会签吗？”他没想到我会拒绝。“你什么意思？”“我什么意思？难道你不清楚吗？”我反问。“你不就是没有安全感吗？我把财产全部转移到笑笑名下，她是你的女儿，你还不相信她？”我听着李世贤的狡辩，只觉得好笑。“李世贤，你当我傻吗？”我嗤笑一声。财产转移到笑笑名下，但是只要他一天未成年，这些财产还不是由你来管控。等到笑笑成年，黄花菜都凉了。李世贤没想到我会把这事儿看得这么通透，他脸色有些不好看。“那你想怎么样？”“我想怎么样？”我重复着他的话，然后突然笑了。“我想怎么样？你不是应该很清楚吗？我要把财产全部转移到我的名下，不然这个事情我绝对不会考虑的。”李世贤指着我：“好好好。”无语。我真的是看错你了。当初我妈说你不是个好东西，我还为了你和她顶嘴。现在看来，她冷笑一声，不过我丝毫不在意。半个小时后，一份新鲜出炉的协议递到我面前，我随意扫了一眼，这协议谅他也不敢乱来，让律师明天上门。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，拿着自己的箱子，潇洒地从李家出来。开玩笑，占了这么大的便宜，不赶紧离开。第二天，我早早就起床打扮了，看着镜子里面苍老的脸，我有些恍惚。想当初，我也是叱咤商场的女强人，可是为了李世贤，为了那个家，我低头了。可是最后的结局却让我觉得可笑。我给自己涂了最红的口红，穿了最飒的裙子，风风火火朝着李家去了。刚到李家，我敲门，开门的是王秀芳。她一看到我，伸手就要给我一巴掌。我眼疾手快地抓住了她的手腕，冷冷道：“还想对我动手？你儿子现在可是有求于我。”王秀芳脸色一变，却听到身后传来李世贤的声音：“妈，别冲动。”我转身，看到李世贤带着李笑笑从楼上走下来。李笑笑看到我，眼中闪过一丝恨意，却被他很好地掩饰了过去。李世贤看着我，脸上带着一丝尴尬，无语。“你来了。”我微微一笑，走到沙发前坐下。“当然，协议都准备好了，我怎么可能不来？”王秀芳再也忍不住了，冲到我面前破口大骂：“无语！你这个贱人，你居然敢！”我随意地掏了掏耳朵：“李世贤，让你妈住嘴，不然我不知道自己还要不要答应。”李世贤沉着脸，还是把王秀芳拉到自己身后：“妈，你不要添乱了。”王秀芳拍着大腿大喊：“家门不幸啊，家门不幸！”没一会儿，律师就来了，签订好合同。我站起身来，无语：“你什么时候去派出所？”李世贤看着我，我耸耸肩：“
合同还没有生效，我现在肯定不会去的。什么时候合同生效了，财产转给我了，我什么时候再考虑一下。说完，也不管他们的脸色，转身就走了。第二天，我还没醒，就听到砰砰的敲门声。我打开门，李世贤站在门口，他眼睛下面全是青色，一看就没有休息好。所有东西都已经转到你名下了，合同也已经生效了，这事儿早点处理，早点放心。钱的事情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哪怕已经给了他，他在里面又用不到1分钱，就当花钱给自己买个心安。11年，自己肯定不只挣这点钱。李世贤自己安慰着自己，我早就想到了，和他这么多年的夫妻，他看着我是什么人，我了如指掌。你的要求我已经做到了，你什么时候去认罪？李世贤恨不得现在就拉着我一块儿去。我勾唇一笑，一字一句，李总，你怕是听错了吧？我说的是我考虑一下，现在我考虑好了，我不愿意。李世贤没想到我会来这一招，气急败坏地扯着我的手腕。无语，你骗我！我一把甩开他的手。李世贤，你这就有点搞笑了。我一直都说的考虑一下，是你自己这个大老板不好好听别人说的话，还真以为什么都让他胜券在握了。就算我嘴上答应了又如何？我一样不会实施的。上辈子李世贤的话也说得很好听啊，他说这辈子都会等着我出来的。可是当我出来的时候，迎接自己的又是什么呢？李世贤指着我，好，好，好，无语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他连说了3个好字，足以看出来他有多愤怒了。但是我一点儿也不在意。你不放过我，你先好好处理一下你自己吧。公司应该现在被人围攻了吧？你还准备继续逃吗？昨天晚上听到他打电话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今天是他的最后一天。如果不能让人顶罪，他就会被抓起来。我故意刺激他，就是想要让他失去理智。果然，李世贤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他瞪着我，眼神中充满了杀意。我却不以为意，转身走进了屋子，轻轻关上了门。无语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永远不会赢的。李世贤在门口怒吼道。我微微一笑，心中却充满了期待。这场游戏才刚刚开始呢。我知道接下来的路会很难走，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。重生一世，我绝不会再让自己受到任何伤害。我拿起手机打了一个电话。晚上的时候，房间门再次被人敲响。等我打开门，没想到门口站着2位警察。我张嘴，2位警官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其中一位警官给我看了警官证。无语是吧？有人举报你前天晚上撞死一位老人后畏罪潜逃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我没想到李世贤居然这么无耻，我不愿意替他顶罪，他居然用了这种不要脸的手段。不过警官都已经来了，我只能跟着他一块儿离开。在公安局里，不管怎么问，我一句话都没有说，除了开头的一句我要见我的律师。开庭那天，我看到李世贤坐在观看席，看着我出来，还冲我打了个招呼。不仅如此，旁边还坐着王秀芳和李笑笑。一看到我，被告人站起来，目眦欲裂地看着我。你这个贱人，你知道吗？我妈没有死，若是你把她送到医院里面，她不会死的。被告人声音激愤，连带着整个法院的人看着我的目光都带着厌恶。我微微一笑，丝毫没有一点的尴尬。想到这里，我看着李世贤的目光带上了几分玩味。李世贤不知道我为何突然笑了，心中突然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，但具体是哪儿，他又说不上来，只能看着法官，
希望他能快点结案。就在法官准备敲响小锤子，我请的律师终于开口了：“我方被告人是被污蔑的。”说完，法院的门被打开，从外面缓缓走进来一个小姑娘。那位小姑娘穿着朴素的衣裳，却带着一股不容忽视的气场。她走到法庭中央，深深地鞠了一躬，然后抬头看向法官，声音清晰而坚定：“尊敬的法官，我是当晚的目击证人，我可以证明，吴雨小姐并没有撞倒那位老人。”法庭内一片哗然，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这位突然出现的小姑娘。李世贤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他瞪大眼睛，似乎不敢相信这一切。小姑娘接着说道：“当晚，我亲眼看到是另一位男子撞倒了老人，然后逃离了现场。这位夫人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在那条路上。”她伸出手指向坐在观看席的李世贤：“那天晚上，我见到的人是他。”李世贤脸色瞬间苍白，一旁的李笑笑跑出来，把小姑娘推倒：“你瞎说，你冤枉我爸爸！”这个时候，李世贤也恢复了冷静，他看向法官：“法官大人，这件事情很严肃，出事者的家人都认定是我的妻子，我也很痛心，我的妻子是这样的人，可是自己做出了事情，自己就要承担。不知道这个小姑娘是哪儿找来的？”他看着小姑娘，一副教育的模样：“小妹妹，不知道这个事情是谁教你做的，但是这不是儿戏，是你一个10几岁的小女孩承受不起的事情，你还是赶紧回去吧。”李世贤语气里面透露着浓浓的威胁。小姑娘深呼吸一口气，她指着李世贤：“是他，就是他，我没有瞎说，我有证据。”就在这时，小姑娘从口袋里掏出了手机，出示了一段录音：“这是当晚我录下的，你可以听听看。”法官接过手机，播放了起来。录音里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，声音里满是慌张：“小妹妹，你别乱说，我可以给你钱，你帮哥哥一个忙，别说出去好不好？”正是李世贤的声音。李世贤瞬间脸色苍白，他不可置信地看着小姑娘：“你怎么会有这个？”小姑娘冷笑一声：“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”我微微一笑，看着李世贤，他脸色苍白，眼中满是惊恐。这是这个叔叔当初发现我了，跟我说的话，我害怕，所以我录下来了。他大概没想到，自己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，居然会被一个小姑娘给破坏了。我走到小姑娘身边，看着她，眼中满是感激：“谢谢你，小妹妹。”小姑娘摇了摇头：“不用谢，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。”我看着她，心中满是感慨，这个世界还是有善良的人在的。法官看着李世贤，声音严肃：“李世贤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”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李世贤会抵赖到底的时候，他突然站起来，猛地冲向小姑娘，伸手想要抢夺她手中的证据。我反应迅速，一个箭步冲上去，护住了小姑娘，同时用力推开了李世贤。就在这时，法警冲了上来，将李世贤制服。李世贤挣扎着，恶狠狠地盯着我：“吴语，你这个贱人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”我冷冷地看着他，眼中没有一丝波澜。你以为你还能翻出什么风浪吗？李世贤被法警带走，法庭内一片哗然。事情结束，我拉着小姑娘的手慢慢朝外面走去，刚出门就碰上了王秀芳，她牵着李笑笑：“吴语，你这个不会下蛋的母鸡，你居然敢！”她目眦欲裂地看着我，她扑到我面前，在她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我一把薅住她的头发，狠狠地一扯，啊！尖叫声震耳欲聋，周围的人纷纷看了过来。李笑笑过来帮忙，
松手！你这个坏女人！你送来我奶奶！”他伸手就要打我，我躲了过去，给了他一巴掌。李笑笑，这一巴掌，我打你目无尊长！李笑笑还没有反应过来，我又给了他一巴掌。这一巴掌，我打你8岁还不明是非，这是我自己的女儿，我自然是心疼的。可是想到他对我做的事情，对我说的话，我整颗心都冷了。我弯腰凑到王秀芳耳边：“你以为你和李世贤那些事情我不知道？要是我生气了，你的孙子保不保得住？我还真的是不知道呢。”说来也是可笑，李世贤离开那天，我去公司看了一眼，没想到就是这一眼，让我发现了那么多的事情。那个接我出狱的小三，没想到是李世贤的助理，而且那模样，看样子月份就不小了。细细打听，我才知道这是李世贤养在公司的三儿，难怪他从来不让我去公司，原来是怕我发现了。王秀芳没想到我会知道这个事情，他和李世贤明明把所有的事情瞒得好好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对我孙子动手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王秀芳从我手里把头发解救出来，瞪着眼睛警告我：“你自己先管好你自己吧。”我对他们这些事情一点儿也不关心，带着小姑娘转身就走。谢谢你，小妹妹，我会资助你上学的。李世贤离开那天，我知道他肯定不会就这么算了，于是赶紧来调查出事那天晚上的事情。没想到还真的被我发现了一些端倪。李世贤用钱买通了这孩子的父母，不让他把那天晚上的事情说出去。可是我找到他的时候，发现他身上全是伤痕，他的爸妈都是赌鬼，只要输了就会回来打他。我承诺，只要他帮我作证，我一定会供他上大学的。当时的他并没有答应，可是我知道他一定会答应的，就让我的律师去联系他。果然，我并没有看错人。回到家里，我赶紧让人上门，把现在正在住的这套房子卖了。我不想看到那些不好的回忆。至于王秀芳和李笑笑怎么活，跟我可没有一点关系。毕竟他们一个不是我的亲妈，另外一个是一心盼着我快点死的女儿。我为什么要对他们手下留情？过了半个月，通讯室里，李世贤盯着我，好像要用眼神杀死我，但是我一点都不在意。我拿起电话，冲着里面：“我要跟你离婚，离婚！你想都别想！你这个毒妇把我害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”我嗤笑一声：“我不是来和你商量的，我是来通知你的。我不仅可以离婚，还可以让你净身出户。你做梦！”李世贤瞪着我，恨不得扑上来咬我一口。可惜他现在是阶下囚，什么都做不了。是不是做梦？你很快就会知道了。我冲着他微微一笑，转身离开。我不会再被李世贤困住，这一辈子我要为自己活一次。再一次打电话，是李世贤让人联系我的。我坐在相同的位置。怎么样啊，李总，收到通知了吧？这半个月的时间，我把公司管理得很好，虽然很多年没有接触过了，有些生疏，但是毕竟我也不差，很快就得心应手了。公司的利润甚至比李世贤在的时候还要高。李世贤神情疲惫：“你和萌萌说了什么？”他死死地看着我，我耸了耸肩：“我也没说什么呀，我只不过是告诉他，跟着你一点前途都没有，你1分钱都没有了。”然后他就像疯了一样跑出去。我真不知道啊。在我云淡风轻的话语中，李世贤的眼神愈发阴沉，他紧握的拳头微微颤抖，仿佛在努力压抑着内心的怒火。我轻轻一笑，继续道：“李总，你看，这就是你选择的人，在知道拿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，直接转身就离开了，毫不留情。”我站起身，准备离开，在转身的那一刻，
我听到了李世贤的低吼，无语。你这个毒妇！我微微一笑，突然想到什么，转过身看向他。哦，对了，李总，忘记告诉你了，你日思夜想的儿子怕是生不下来了。李世贤抬起头望着我，你什么意思？只不过是李总爱的那个女孩，在知道1分钱都拿不到之后，直接去医院里面引产了。那么大的孩子了，他一点都不手下留情。我去看了，是一个已经成型的男孩。我亲眼看着李世贤一口血喷出来。我生不出儿子，虽然是王秀芳一直念叨的事情，但是我知道李世贤心里也同样在乎的。对了，你婚内出轨的证据我已经搜到了，会让我的律师来和你谈的。不出意外，你是要净身出户了，反对无效哦。我轻笑一声，也不管李世贤在背后怎么咆哮，再也没有回过头去。我要面对我自己的新生活了。李世贤，我就不伺候了。妈妈，你就救我吧，奶奶要打死我。刚从公司出来，我被人抱住大腿，女孩身上散发着臭味，头发乱七八糟的。她抬起头来，我才发现原来是李笑笑。你不是想要跟着你爸爸吗？来找我干什么？李笑笑哭得稀里哗啦。妈妈，我错了，我被他们蒙蔽了。妈妈，我知道你最爱我了，你就救我吧。原来他知道我最爱他呀，给身旁的助理使了个眼神。我把李笑笑从地上拉起来。笑笑，我是你妈妈，怎么可能害了你呢？把李笑笑送到女德学院的那天，我抬起头来，既然你说都是我的错，那我倒是想看看你会有多优秀。笑笑，你也别怪我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。天气晴朗，万里无云。王秀芳失去了儿子，得到了孙子没有的打击，人已经疯了。至于李世贤，听说在我离开之后，他的精神也越来越癫狂。真好，母子俩都疯了，结局挺好的。我微微一笑，朝着我的新生活走去。全剧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谈婚论嫁时，我跟男友商量好，买房我付首付，他还月贷，名字写2人的。然而登记时却临时变卦，要求房产证写他妹妹的名字。我当场就掀了桌子，去你妈的！这冤大头我当不起。我不敢置信地望着刘洋，不敢置信地问：你说什么？刘洋仿佛并不觉得自己提了多么不可理喻的要求，理直气壮道：房子嘛，是用来住人的，写谁的名字有什么区别？再说了，小希以后也是你的妹妹，苗苗你这么懂事，不会不答应吧？看着刘洋理所当然的样子，我很想问候一句：答应你妈，脑子短路了吧？提出这种不可理喻的要求，抱歉，我答应不了。我忍着怒气，尽量冷静道：首付是我家出的，月供由你负责，关你妹什么事？凭什么写他的？刘洋脸色变得不太好看了。淼淼，你在我眼里一直是善解人意的，为了这么点小事，能不能不要跟我闹别扭？我气急而笑。刘洋，麻烦你看清楚，我并没有闹别扭，而是义正言辞地告诉你，这是不可能，没得商量。淼淼，就当我求你了，行不行？出来之前我已经跟我妈保证过了，你要是不同意，我怎么跟我妈交差？闻言，我心里冷笑一声，就说刘洋突然闹什么幺蛾子，原来是他妈在搞鬼。刘洋，你脑子没事吧？你妈提出这么离谱的要求就算了，你也跟着瞎胡闹，这是儿戏。刘洋看我是铁了心的不同意，脸色阴沉沉的。淼淼，我妈是长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她？再说了，我家供我读书不容易，现在为了跟你结婚，我爸妈把压箱底的钱都拿出来了，他们也没什么要求，只是想让房子挂在我妹妹名下，这有什么影响吗？你怎么这么不识大体？
我反唇相讥：“你识大体，你识大体，那要不把房子写到我爸妈名下吧？他们供我读书也不容易，为了我结婚也操碎了心呢。淼淼，你不要这么无理取闹行不行？谁无理取闹了？本来是好事，你们非要整这么一出添堵，谁家容易了？”我拔高了声音，丝毫不相让，引得周围的人纷纷驻足观看。我也不顾及什么面子了，只觉得气愤又荒唐。什么玩意儿啊？哪个正常人能想得出这么缺德的主意？活了这么久，还没听说过婚房要登记在小姑子名下的。刘洋难为情地压低了声音：“淼淼，你怎么这么物质？那是我妹妹，我妈以后是你婆婆，都是一家人，还能害你不成？”我深吸了口气，冷声道：“说得好听，我还没进门呢，就被算计得明明白白的了，以后还指不定什么样呢。刘洋，我告诉你，这事儿不可能，除非这房子你们家出全款，那写谁名字我也无话可说。可是我出了钱，我就必须有话语权。我家哪里有那么多钱？淼淼，不就是个名字吗？你为什么那么较真呢？结婚以后，我好好对你还不行？你要是答应，我妈也高兴，以后婆媳关系也融洽呀。你能不能把眼光放长远一点？”听着刘洋啰里吧嗦的讲废话，我都快压不住火了。谈恋爱的时候，刘洋温柔体贴，对我无微不至，现在怎么突然跟变了个人似的？刘洋，我最后跟你说一遍，这事儿没得商量，你要是再说我就翻脸了。刘洋铁青着一张脸，目光不善地瞪着我：“淼淼，实话跟你说吧，我挣的钱本来就该孝敬我父母，可是为了跟你结婚以后都要拿出来还月供，这就相当于月供是我家还的，房产证写我妹妹的名字，天经地义。你不要太自私了。”我都哑口无言了，只想甩他2耳光，让他清醒一下。这是什么奇葩言论？我怕再听下去，我都要脑梗了。于是站了起来说道：“今天就先到这儿吧，再谈下去也没什么意义。你先回家冷静2天吧。”没想到刘洋叫住了我，看着我欲言又止的：“有件事我要跟你说明一下。其实小希并不是我的亲妹妹，她是小时候被我爸妈收养的。他们本来是打算让她跟我结婚的，只是没想到你出现了。为此，小希一直闷闷不乐的。她这么多年照顾我们一家不容易，现在又因为你而失去了我。这个房子写她的名字，只是为了形式上安慰一下她。淼淼，你能不能善良大方一点？就当是给他补偿，好吗？”我愣愣地听完刘洋的话，整个人都麻了。所谓的妹妹是童养媳，为了补偿她，就要牺牲我的利益，这他妈跟我有个屁关系？淼淼，刘洋试探着问我：“为了我，你就答应了吧？”我再也忍不下去了，气得直哆嗦，一把就掀翻了桌子。我去你妈的！回家的路上，我想了很多。之前那种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欣喜早已荡然无存，但是似乎也还没到分道扬镳的份上。于是我准备冷他个3、4天，让他自己好好反省一下。没想到的是，刘洋竟也跟我打起了冷战，一连几天销声匿迹。然后我就被刘洋的母亲韩梅和妹妹刘希找上了。按约定时间到达地点后，却发现韩梅和刘希已经到了。于是我客气有礼地打招呼道：“阿姨，您久等了吧？”虽然我心里很不爽韩梅提出把房子挂在刘希名下的要求，不过好歹也是长辈，骨子里的教养让我做不到一上来就横眉冷对。韩梅扬起笑脸，热情洋溢道：“没事没事，现在的年轻人不像以前的人那么勤快，我和小希闲着也是闲着，就先过来了。”
我听着他含沙射影的话，顿感无语。阿姨，我手头工作多，时间也紧张，哪里有闲心浪费时间呢？的确不像您和小溪那么自在。我笑意盈盈地对了过去，虽然不至于撕破脸，可是你刚一见面就鸡蛋挑骨头内涵我可不受。韩梅的脸僵了僵，还是刘希反应快，一副天真无害的表情对我说道：姐姐，我妈说话心直口快，可是心地善良，街坊邻居都说我妈是万一挑一的老实人呢。这不，怕你等我们，非要提前过来，说你工作忙，要体谅你呢。哟，小姑娘年纪轻轻，道行挺深啊。经过房子那件事，我对这对母女是无论如何也提不起好感了。反正都不是善茬，我也没必要忍气吞声。我妈说了，婆家人要是安分守己，那就求同存异，以和为贵。可要是心怀鬼胎，不安好心，那从一开始就要亮出自己的底线，免得让他们以为你好欺负，蹬鼻子上脸，得寸进尺。于是我更淡定地微笑道：那我可真是受宠若惊了。说罢，我看向韩梅，继续笑道：我就说刘洋那不善言辞的模样，怎么会有小溪这么伶牙俐齿的妹妹？原来不是亲妹妹啊，怪不得。韩梅皱了皱眉：刘洋告诉你了？您还不知道他这个人吗？认死理，认定我是他妻子了，所以对我无话不说呢。我不紧不慢地说着，目光有意无意地扫了眼刘希。刘希似乎很不服气，抬高了声音反问我：那这几天我哥怎么不理你呀？我耸了耸肩，意味深长道：因为他提了不可理喻的要求，我就让他冷静冷静了，让他明白一下什么叫三思而行。我的态度可能刺激到韩梅了，她扯出僵硬的笑容说道：淼淼，阿姨一直认为你是个好孩子，将来你要跟杨洋结婚的，你说话做事可不能只管自己，凡事要维护好男人的面子，知道吗？再说了，杨洋是我生的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。他勤奋上进，孝顺体贴，他做什么决定都是为了大家好，你更应该支持他才对。听了这话，我当即想送他个大白眼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搞男尊女卑这一套，没事吧？从掀桌子那件事，他们就该明白，我可不是什么软柿子，想拿捏我，不好意思，我可不忍。我不卑不亢地朝着韩梅说道：阿姨，两个人过日子是得互相理解，互相支持没错，可是前提是要互相尊重，不然这日子还有什么盼头？您说是吧？韩梅估计没想到我这么油盐不进，脸色沉了下来，目光之中满是不悦。淼淼，杨洋一直跟我们说你是个懂事善良的孩子，阿姨也一直很期待你能进我家门当媳妇，可是你说话怎么一直呛阿姨呢？都是女孩子，我们小溪可不这样，她呀被我们教育的落落大方，知书达理呢。听韩梅意有所指的夸刘希，我彻底没了耐心，干脆开门见山道：阿姨，您也不用生气，我大概也知道您今天找我是为了什么事，不就是为了房子吗？是吧？韩梅抬了抬下巴，微微一笑道：是也不是。刘希则在一旁帮腔道：我妈今天来找你是特意送你家传宝来的，就是为了表达诚意，免得有些人小人之心斤斤计较。小希，你别说了。韩梅打断刘希的话，然后一边从怀里掏东西，一边笑眯眯地跟我说道：淼淼啊，咱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。这个传家宝是杨洋奶奶留给我的，我本来也打算在婚礼上送给你，不过是赶事儿你和杨洋闹了误会，我就干脆提前送给你，也算是表明我的态度了。我呀认定你是我家儿媳妇了，
咱们一家人要和和气气同舟共济才是。只见韩梅掏出来一个用半旧的小手绢包起来的物件，放到桌子上后，小心翼翼地开始打开手绢。我不动声色地看着他的动作，对他所谓的传家宝不以为然。什么传家宝，用这么个破手绢包着呀？想来就是随便拿来的小物件，准备敷衍我的。他的目的我也清楚，说得冠冕堂皇，其实还不是为了占我便宜。我心里打定主意，今天韩梅就是掏出个金疙瘩，我也不点头。房子的事没得商量。不过在我看到那个所谓的传家宝后，我还是惊愕地愣了一下。只见手绢的中间放着一枚破旧的、斑驳的、歪扭的又细又小的戒指。我擦，就这玩意儿还叫传家宝？阿姨，这个传家宝您还是自己收着吧，或者您可以把它送给刘希呀。我淡笑着说道，然后看了眼刘希，意味深长地开口，毕竟他照顾你们一大家子，劳苦功高，也算是补偿他吧。听了这话，韩梅的笑容淡了下来，意有所指道：淼淼，阿姨是真心把你当自家人的，你看我都把传家宝拿出来了，你是不是也该拿出点诚意来呢？来了来了，这婆娘终于装不下去了。我忍住想爆粗口的冲动，什么狗屁诚意，说来说去还不就是在打房子的主意。阿姨，瞧您这话说的，我不在自己家当众星捧月的小公主，愿意嫁到你们家，这不就是我最大的诚意吗？再说了，您这传家宝我也没要啊，您可别开我玩笑了。韩梅的脸彻底垮了下来，嘴角不爽地往下撇着，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么犟？我们还不是为了你们好，女孩子家家的还是温柔懂事点好。你爸妈是怎么教你的？听到韩梅扯上我爸妈，我的火气立马就窜上来了，于是把手里的杯子重重地砸在了桌子上，发出哐的一声脆响，还有不少水溅了出来。阿姨，我这会还耐着性子听您无理取闹，就是因为我爸妈教育的好，你也该庆幸我爸妈把我教养的好，不然早在刘洋说要把房子挂在刘希名下时，就把他的嘴给撕了，哪里还会坐在这里听您嚼舌根子呢？韩梅脸色铁青，嘴唇气得哆哆嗦嗦的说不出话来。刘希疼地站起来，指着我的鼻子就骂道：淼淼，你发什么神经呢？我妈好心好意劝你，你不仅不领情，还出言不逊，这就是你的教养？我呸！看你这泼妇样，也就能知道你爸妈什么素质。听到他竟敢侮辱我爸妈，我也站了起来，抡圆了胳膊，狠狠甩了他一耳光。长了嘴巴不会好好说话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可以教你。我俯身逼近刘希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要是再让我听见你说我父母，我就打烂你的嘴，不信你试试。刘希捂着脸不敢置信地瞪着我，可是又被我的气场震慑住了，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，只是瘪着嘴掉眼泪。韩梅怒气冲冲地狠狠拍了下桌子，朝着我呵斥道：淼淼，你太过分了，你还想不想进我家门了？我淡淡一笑，漫不经心道：阿姨，你们怎么不说自己吃相难看呢？你们以为我好拿捏是不是？不妨明确告诉你们，要是想让我当冤大头，那你家这门我不进也罢。说完，我不再跟他们啰嗦一句，提包转身就离开了。真是毙了狗了，碰上这么两个垃圾。回到家后，面对爸妈关切的眼神，犹豫再三，我还是说出了心中所想：爸妈，结婚这事儿还是放一放吧。本来我是打定了主意要跟刘洋结婚的，毕竟自认为自己跟他两情相悦，而且志趣相投，是个合适的结婚对象。然而这2天发生的一系列闹剧，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这段感情了。
刘洋事实上根本就不是我以为的有担当、有主见的人，而是个被家里人牵着鼻子走的妈宝男。而且显而易见的是，当我和他家里人有了冲突，他会理所当然地站在家里人那边。再者说，刘洋的妈妈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我还没嫁过去呢，就敢明目张胆地占我便宜。要是真嫁过去了，我怕是要被他啃得骨头都不剩了。就算我不是个委曲求全的窝囊废，可是整天吵吵闹闹、鸡飞狗跳的日子也不是我想要的。而且还有一个刘希，居然还是刘洋的童养媳。一想到这儿，我就觉得荒唐又可气。我把事情原委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爸妈，他们也被气得七窍生烟。这婚不结了，怎么还有会这么不要脸的人？恬不知耻！我妈是大学教授，平时说话慢条斯理的，这会气急了也骂不出难听的词来。可我爸就不一样了，狗日的杂种，竟敢欺负到我闺女头上了！亏我还以为刘洋是个靠得住的，没想到就是坨烂泥，气死老子了！我爸一通乱骂，我妈难得的没有嫌弃我爸大老粗，并坚定地跟他站到了一条战线上。淼淼，妈妈支持你，这婚千万不能结，而且要快刀斩乱麻，跟这种厚颜无耻的人要早点划清界限，从此老死不相往来。我爸点点头，你妈说的对，虽然钱是小事，可是他们这种臭不要脸的做法太恶心人了。幸好没让刘洋那个混蛋知道咱家多的是房产，要不然还不知道他们还会做出什么更不要脸的事情。我妈握着我的手表示赞同。本来我和你爸商量着悄悄给你陪嫁2处市中心的房子，没想到刘洋他们家人这么过分。幸好陪嫁的事没有让刘洋知道，否则他也不一定这时候就着急忙慌地打婚房的主意，而是等把你骗进他们家再缓缓图之，那样你指不定要吃亏呢。此时此刻，我不由得庆幸我妈的智慧。我家里条件不错，我爸做生意挣了些钱，也买了几处房子，可是我妈从一开始就不让我跟刘洋说我家的实际情况，所以刘洋也一直以为我家就是个普通的当地人。尤其是在买婚房的时候，我爸大手一挥就要送我们一套，可是我妈坚持让2家一同承担婚房费用，首付和装修费我家出，后续贷款让刘洋解决，也不算占他们的便宜。老子真是看走了眼，差点把闺女嫁进狼潭虎穴。不行，哪能让我的宝贝闺女受这种委屈？老子这就去把刘洋这个臭不要脸的大卸8块。我看我爸真有去找刘洋的冲动，连忙拉住了他，然后又劝起他和我妈想开点儿，这不是还没结婚吗？我也没吃什么实质性的亏，可千万别沉不住气。率先沉不住气的是刘洋，他先是给我打了通电话。淼淼，我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，目无尊长，斤斤计较，你真是太令我失望了。电话里他的声音怒不可遏，已经下定决心的我心情很平静，不慌不忙道：所以呢，你打这通电话是准备指责我？淼淼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该改改你这脾气了，居然还动手打人。这世界上也就只有我才能忍受你的霸道蛮横了。现在我妈和小希很生气，你这样，现在就买点礼物到我家登门致歉，并对房子的事情做出让步。我告诉你，你可不能敷衍了事，礼物要贵重一点，才能显示你的诚意。还有，你打了小希，以后每个月你给他点生活费什么的，就当补偿吧。我操，刘洋，你脑子是不是有病？我再也忍不住，爆了粗口。淼淼，我这都是为了你好，
你不要不识好歹，你是马上就要进我家门的，也不想想以后的日子。我想你妈个头！我恨不得闪现到刘洋跟前，一巴掌打掉他的脑袋。刘洋，我他妈懒得跟你费口舌，你们家门我他妈不进了，这婚礼取消了。刘洋一愣，然后又咬着牙指责道：取消婚礼？你又在闹什么大小姐脾气？你说的对，我就是大小姐，我真是看走了眼，看上你这么个废物，你还是娶你的童养媳去吧。我算是明白了什么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我祝你们长长久久，互相祸害。刘洋怒气冲冲地大喊道：淼淼，你不要太过分，你以为你是什么大小姐？不过就是个本地人而已，有什么资本高高在上？你别以为能用婚礼拿捏我。我不再听他废话，冷笑着一字一句道：刘洋，滚你妈的，我们完蛋了。第二天，韩梅和刘希找上了我家门，我爸一看到他俩脸就黑了，气冲冲地挥手道：滚滚滚，我家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。刘希闻言脸一红，难堪地低下了头。不过韩梅定力不错，仿佛没有听到我爸的逐客令，依旧保持着热情的笑容说道：亲家，我今天是专门登门道歉来的，我家杨洋不懂事，害淼淼伤心了，真是对不起啊。我站在一旁冷眼看着韩梅若无其事的4两拨千斤，暗道这老太婆脸皮够厚。韩梅眼珠子一转，然后看着我满脸慈爱道：淼淼，阿姨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好孩子，这次是杨洋太冲动了，阿姨已经替你教训过他了，你就看在阿姨的面子上，原谅他这一次啊。说完后，韩梅又看着我妈，一边笑着一边无奈摇头道：哎，现在的孩子有主意，气性大，咱们做长辈的只能多劝劝他们，他们年轻不懂事，做家长的可不能由着他们性子来，要不怎么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呢？我准备亲自动手撵韩梅出去了，这老太婆一进门就把我们挨个内涵了个遍，显自己特能耐是吧？不过还没等我动手，我妈就冷漠而强势地开口了：这位女士，请你自重一点，谁是你亲家？攀关系也要讲点礼义廉耻的，怎么这么没规矩呢？再说，我的女儿有主意那是好事，不然一时糊涂踩进一坨屎里，还有一根别有用心的搅屎棍，那才是倒霉透顶了。韩梅被我妈文绉绉又接地气的回击给噎住了，脸色非常不好看。阿姨，您好歹也是个老师，怎么能这么说我妈？刘希皱着眉质问我妈。我妈用轻飘飘的眼神打量了下刘希，然后颇为不屑道：你就是刘洋的那个童养媳吧？现在是文明社会，你妈老了，思想跟不上时代，你年纪轻轻的也不懂自重自爱。小姑娘，我劝你思想要端正，坏了什么也不要坏了人品。刘希被我妈对得哑口无言，不服气地瞪着我妈，咬唇不语。韩梅终于装不下去了，露出了泼妇模样：我今天愿意上你家门是抬举你们，可别不识好歹。我家杨洋看上淼淼也是他的福气，要不是我儿子执意要娶她，我还不同意这门婚事呢。你们还真以为你家姑娘是稀罕货呀？我儿子非她不可。我爸妈被他的话气坏了，尤其是我妈，她这辈子斯斯文文的，就没碰上过这么蛮横无理的泼妇。那正好，我们也不同意淼淼跟你儿子结婚，你儿子以后爱找谁找谁。现在请你们从我家里滚出去。我爸这时候不知道从哪顺来一把拖把，朝着韩梅和刘希挥舞着，跟这种垃圾废什么话，直接轰出去就是。滚！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们，否则非打得你们满地找牙不可。
滚滚滚！韩梅被我爸的气势给震慑住了，也不敢再逗留，一边仓皇往门外退着，一边还满口喷粪：就你们这样的我还不稀罕呢，还大城市的人，呸！生了个丫头片子，得意啥？小心以后被吃绝户！我再也忍不下去了，刚好旁边有个脏水桶，于是一把捞了起来，朝着韩梅和刘希脸上狠狠泼了过去，瞬间将他们浇成落水狗，然后在他们的尖叫声中抢过我爸的拖把，直接往他们脸上对去。滚！什么品种的垃圾上我家来，恶心人！你们嘴里装了马桶是吗？臭不要脸的下三滥！我家跟你家屁的关系都没有，要是再敢来骚扰我们，我就雇人天天去你家门泼粪，看咱们谁横得过谁。被韩梅这么一闹，我爸妈差点心梗，我也是忍无可忍了。尤其是刘洋还在我们共同的好友圈里编排我的是非，说什么我人品不好，唯利是图，没有礼貌，简直把我造谣成了十恶不赦的人，抹黑我就算了，还带上了我的家人。有朋友听不下去，转头告诉了我，把我气得够呛。刘洋这一家人时时刻刻都能刷新下限，让我知道世界上竟然还有如此厚颜无耻的人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这事儿不能留这么算了。韩梅和刘希虽然可恶，可是整个事件的罪魁祸首是刘洋。刘洋这个王八蛋，先是跟他妈统一战线，企图占我便宜，然后又是自己当缩头乌龟，让他妈和妹妹来我家闹，现在还到处散布谣言诋毁我。这事儿要是就这么算了，就算我怂，很快我就有了计划。我让我一个朋友假装土豪去接近刘洋，其实我朋友象牙本来条件就不差，不过为了钓鱼，我们还是夸张了不少。当然，正常人哪里会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情？可是刘洋连人都不算，一大家子都唯利是图，突然有个土豪出现，能不迷糊才怪。象雅时不时地在刘洋面前花式炫富，顺便表达一下对刘洋的好感。没几天，刘洋就死心塌地地开始追求象雅了，甚至屡屡在朋友圈公开追求象雅。为了追到土豪，他也下了血本，大牌化妆品包包隔三差五的送。见此情景，我不由得啧舌。我跟刘洋谈恋爱的时候，他一向标榜勤俭节约，送我礼物都是便宜的小物件。当时我还感动于他的别出心裁，压根就没想到他是抠门。可是现在，他在象雅身上已经花了不少钱了，他家的经济情况没人比我更清楚。他在象雅跟前装大方，不过是在透支信用卡罢了。于是我对刘洋的鄙夷更深一层了。他以为能用短暂的金钱付出就能娶到白富美，然后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万贯财产。殊不知他在亲手给自己挖坑。随着象雅越来越夸张的炫富，刘洋更是不遗余力地用金钱和物质讨好着象雅，并不断扑象雅，甚至还花言巧语引诱象雅跟他发生关系。象雅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恶心虚伪的人，到了后来几乎都开始掺杂他的个人恩怨了。一切进行得很顺利，顺利得令人意外。看着刘洋此时这副面孔，我一时不知道该庆幸自己早早看清了他的真面目，及时止损了，还是该唾弃自己鬼迷心窍，一心以为刘洋是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。说起来，应该是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吧。当真正放弃一个人后，那才会拥有正确的判断力。情情爱爱的，总难免会蒙蔽人的双眼。这天我逛街的时候，居然碰上了韩梅和刘希。我一看到他俩膈应得慌，就准备掉头避开，
没想到他俩倒像个狗皮膏药似的缠了上来。哟，这不是淼淼吗？怎么被我们杨洋甩了后也没找到个对象啊？还没抬着下巴，盛气凌人地朝着我说道。我捂了捂鼻子，嫌恶道：我说怎么突然臭气熏天的？原来来了2个喷粪的马桶。韩梅瞪了我一眼，嗤笑道：还嘴硬呢，牙尖嘴利的，怪不得没人要。幸好我们杨洋跟你断了。我告诉你，杨洋现在正在跟一个千金大小姐谈恋爱呢。那个千金大小姐被我们杨洋迷得神魂颠倒的，比你听话多了。说到这儿，韩梅还用嫌弃的目光扫视着我，无不鄙夷道：就你这样的，这辈子怕是没人要了。等杨洋跟那个千金大小姐结了婚，房子我们想要多少套就有多少套，而你这辈子大概是嫁不出去了。而刘希则用充满恶意的口气说道：当初让你把房子写我名下，你还不答应，现在你就是跪下求我们也没用了。你这种歹毒的女人，活该一辈子嫁不出去。说实话，此刻我一点也不生气，甚至还想笑一笑，于是也不憋着，扬唇一笑：是吗？那就预祝你们心想事成，生活愉快。至于我，就不需要你们操心了。单身总比掉进粪坑挣扎求生要好得多。然后我看向刘希，不屑地挑了挑眉：你现在最应该关心的不是你自己吗？童养媳，最后你也没上得了你哥的床啊，以后该怎么办呢？像古代一样，当个没名没分的通房伺候你哥？哦，不对，现在应该叫小三。说完后，我不再看他们，转头就潇洒离开了。蠢货，还千金大小姐，也不撒泡尿，看看你们配不配？打脸来得很快。刘洋不知道是资金紧张了，还是没了耐心，软磨硬泡不起作用后，竟然开始对向雅动起歪脑筋了。好在向雅在刘洋面前警惕性够高，所以当被刘洋灌酒时，千杯不醉的他假装很快就醉了，然后半推半就的让刘洋给带到了宾馆里，手段无耻至极。他妄想借着酒后乱性占有向雅，从而巩固2人的关系。他之所以这样胆大包天，无非就2个原因：一是向雅表现出来的毫无人性，让他难以自持，甚至不惜铤而走险；二是他认为向雅已对他情根深重，所以即使酒后乱性了，向雅也不会追究责任，当真是人至贱则无敌。不过他以为自己是捕猎者，然而事实上却是自投罗网的猎物。我报了警，于是很快警察就以强奸未遂的罪名逮捕了刘洋。此事一出，刘洋的公司快刀斩乱麻，第一时间就炒了他鱿鱼。然而出人意外的是，刘洋居然还挪用了公司公款。原来他后来的挥霍无度，不仅仅是透支信用卡，还用上了公款。我不得不感叹一句：人生如戏，太他妈精彩了。最后刘洋要进去吃牢饭了，这个结局不得不说讽刺又凄惨。韩梅和刘希的豪宅阔太梦也碎了一地。不过我也并不觉得自责，一开始我可没想过这么报复刘洋，只不过是想戏耍羞辱他一下而已。没想到他自己迷失在了财富的幻想里，机关算尽不择手段，最后自己把自己给坑惨了。这个结果只能说是他咎由自取，自食恶果。所以说做人啊，要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人品要是坏了，这辈子也就完蛋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